寒流来袭，气象预报说今天的温度平均只有10度。狐狸猫去学校上课的路上，手都冻僵了。校门口，警卫贝贝正在帮忙量体温。叮，狐狸猫的体温是36.2度。这时，狐狸猫有点疑惑，外面的气温这么低，感觉身体都快要变成冰块了，为什么体温还是能维持在36.2度呢？大家有没有跟狐狸猫一样的疑问呢？明明周遭的环境温度很低，人体却可以维持着一定的温度。狐狸猫突然想到之前学过的恒定性。所以人体可以维持一定的体温，也是一种恒定性吗？体温的恒定性？没错，体温也是有恒定性的哦。那么身体内是用什么方式在调节体温，让我们的体温维持恒定呢？生物的体温维持恒定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体温没有维持恒定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呢？大家应该都有感冒发烧的经验吧？发烧的时候体温虽然只增加了1到2度，但是整个人却感觉昏昏沉沉的，很不舒服。体温如果更高或是更低，甚至可能会昏迷哦。再严重一点，可能还会导致死亡。由此可知体温的恒定对于生理机能的运作、生命的维持是非常重要的。今天要来介绍动物体温的恒定。动物根据体温维持的方式，可以分为内温动物与外温动物。内温动物是以体内代谢作用所产生的热量来维持体温，体温多会维持在一定范围内，不会随着环境变化而改变，例如鸟类与哺乳类。而且内温动物为了减缓热量散失到环境中的速度，通常具有良好的保温构造，像是鸟类的羽毛、哺乳类的毛发以及皮下脂肪等等。生活在寒带地区的内温动物像是海豹、北极熊等，具有大量的皮下脂肪，可以防止体热的散失，维持体温。北极熊的毛发也有相同的功能哦。那冬天的时候，妈妈会叫我们穿毛衣、穿羽绒衣，也是一样的功能吗？没错哦，羽绒衣就是利用鸟类的羽毛来帮助我们保暖。羽毛和毛发一样，都是为了防止体热散失，维持体温。狐狸猫举一反三的能力很好哦。那大家可能会好奇一件事，人属于哺乳动物，也是内温动物，那要如何调节体内的温度呢？人体的体温调节中枢位于脑部，能够调控身体对于冷热做出适当的反应。当天气炎热或者是运动完体温升高的时候，身体就会开启增加散热、减少产热的机制。这个时候人体皮肤表面的微血管会扩张，血流量会增加，以加速热量的散失。同时，皮肤内的汗腺也会增加排汗量，透过汗水的蒸发，可以带走过多的热量，有效而且快速地降低体温。除此之外，我们会感到昏沉、活动力下降、比较没有食欲，这些都是为了减少热量的产生哦。相反的，当天气寒冷或者体温降低的时候，就会开启减少散热、增加产热的机制。因为外界温度比体温低，热量会不断的散失，人体皮肤表面的微血管会收缩，血流量会减少，同时皮肤的排汗量也会减少，以降低热量的散失。而且我们的肌肉会借由收缩与颤抖来产生热量，同时食欲也会增加，诱使我们进食来获取更多养分，并加速代谢以产生能量。排尿或是排便、呼气等等，也会使部分的体热散失。说了这么多，我们来做个题目练习一下吧。寒流来袭时，气温骤降，感到寒冷的人体会用哪种方式调节体温呢？ A. 活动力上升 B. 食欲减退 C. 微血管扩张，血流速度变快 D. 排汗量增加。正确答案是 A。 当天气寒冷的时候，皮肤微血管会收缩，减少血液通过，排汗量会减少，以减缓体热的散失，而活动力会上升，以增加热量的产生，
食欲上升，以增加热量的摄取。学完了内温动物，那外温动物又是怎样维持体温恒定的呢？透过字面上的意思啊，外温动物指的就是需要借由吸收外在环境中的热能来维持体温的动物。这些动物的体温常常会随着环境温度的变化而改变，像是两生类、爬虫类与大部分的鱼类。而这类的外温动物啊，也会根据外界环境温度的变化，做出一些维持体温恒定的行为。外温动物需要提高体温的时候，就会去寻找温暖的地方，以获得外界的热能来增加体温。像是日出时，蜥蜴与乌龟会趴在石头上晒太阳，做日光浴。而当外界温度过高啊，或是它们的体温升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则会躲在石头下或是洞穴里等阴凉的地方，将身体的温度调整到适当的范围。说了这么多，想请问同学们，下列何种动物的体温会随环境温度的变化而明显的改变呢？ A. 麻雀 B. 人类 C. 青蛙 D. 海豚。正确答案是 C。 麻雀是鸟类，而人类与海豚为哺乳类。鸟类与哺乳类都是内温动物。青蛙是两生类，是外温动物，体温会随着环境有明显的改变哦。课程到了尾声，我们来复习一下今天学到的体温恒定吧。内温动物像是鸟类和哺乳类，体温会维持恒定，而且体表具有非常好的保温构造，像是羽毛、毛发或是皮下脂肪等，因此啊，体温能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外温动物像是鱼类、两生类和爬虫类等等，体温会随着环境温度改变而发生明显的变化。白天时可以在石头上晒太阳来增加体温，而当环境过热或过冷时，则可以躲在石头下，避免体温有过大的变化。而人类的体温调节则是在天气炎热或体温过高时，皮肤表面微血管扩张，以增加流到皮肤的血流量，加速热量的散失。排汗会增加，汗水的蒸发可以排除过多的热量。活动力会减退，食欲减少，细胞代谢降低，以减少热量的产生。在天气寒冷或体温过低时，皮肤表面微血管会收缩，减少流到皮肤的血液流量，减少热量散失。排汗量会减少，以减少热量散失。食欲会增加，细胞代谢加快，以产生更多热量。肌肉会收缩或颤抖，以快速产生热量来补充。今天的课程你都学会了吗？最后给你们一个小问题，想想看。虽然我们人类是内温动物，但是天气寒冷时，为什么我们的双手与双脚还是会感到相当的冰冷，温度明显的比身体其他部位还低呢？欢迎你们去寻找答案，并在下方留言。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